眼前这座墓群中埋葬着明末清初的抗清义士张煌言以及他的2位部属。因为张煌言字苍水，所以这个墓在地图上的名字叫做张苍水墓，但文保牌子上的名字则是张煌言墓。它就在杭州西湖的南侧，逛西湖的话就能顺便找到它。与它相距50米的另一处墓则是民国抗清义士章太炎墓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章太炎墓距离张煌言墓会这么近呢？因为章太炎敬慕张煌言，表示生不同尘，死当淋血，所以便葬在这里了。这是我在2023年3月在西湖边避雨的时候发现了这2座墓。倘若这些抗清义士地下有知，应该会有不少话要聊吧。杭州章太炎纪念馆、杭州张苍水先生祠，这2个地儿在一起。张苍水先生祠现在正好是4点半，关门了。哎，这个位置是石牌坊，那么脚底下这条道应该就是神道了，我的背面应该就是封土。这是立了多少石像生啊？数数啊，1对、2对、3对、4对、5对、6对、7对，看这边有一排一样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在这个地儿是浙江杭州的张苍水墓啊，逛完西湖正好上这来逛一圈来。一会儿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张苍水的故事。张苍水墓的墓前居然还有一束花，不知道是哪位有心的朋友送来的。张煌言是浙江宁波人，在明崇祯15年中了举人，但此时的大明江山已经是岌岌可危。没过几年，清军不仅拿下了北京城，还大举南下，连克多城。时年25岁的张煌言毅然投笔从戎，迎奉鲁王朱一海，共同举师抗清。其实张煌言是文武双全，他的剑法也是很厉害的。在清兵攻进浙江之后，他又随同鲁王一路逃到舟山岛上，但舟山守将却不肯接纳他们。我特意查了一下，这个将军并没有投降满清，纯粹是个人恩怨上头了。南明就是这么个尿性，火烧眉毛了也不忘内斗，所以张煌言只能随鲁王逃到福建，一路不断举兵抗清，但不幸兵败被俘。但张煌言硬是带着几个人抢了几匹马跑出来了，看来他的骑术也不简单。在之后的战斗中，与张煌言并肩作战的几个将军全都牺牲在了战场上，所以张煌言逐渐成为了鲁王派系反抗军的领袖。可惜时运不济，在进攻浙江乐清的时候，他的水军遭遇了台风，不仅损失了几百艘船，还损失了8000多名将士，最终不战而败。之后他与郑成功合力反攻清朝，虽然前期战果累累，但2人在作战的时候意见总是不统一，最后不出意料的溃败了。为了扼杀反抗军的补给，满清朝廷颁下了迁海令，在沿海地区驱赶百姓，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，不迁者立杀，最终导致富人弃商舍田，避走他乡，穷人更加无法安身立命，大都惨死他乡。最后张煌言没有办法，只能解散义军，隐居在一个小岛上，然后被叛徒告发，最终被清廷擒获，并在杭州被当众处死。他的侍从杨关玉当时也一起被抓了。当时的监斩官看杨关玉年幼，就想找机会放了他，但杨关玉当场拒绝，并引颈就戮。我们在张煌言墓的旁边就能看到杨关玉的墓，另一侧的墓则是张煌言的部属罗子木的墓。至此，清廷除去了这个威胁，但抗清的火苗是浇不灭、杀不尽的。其中几波大的反抗被写进了历史课本里，其中包括太平天国以及辛亥革命。说到辛亥革命，就要提到近在咫尺的清末民初革命家章太炎的墓了。我在杭州这边逛的时候，突然间无意间发现了章太炎先生的坟墓，就在我背后。这是逛张苍水坟墓的时候，我走错一条路，然后无意间找到了这个墓。下面咱们来一起好好看一看。这是章太炎墓的文保牌子，1981年立的。这个墓址距离西湖不远。旁边这个小墓是章太炎夫人的墓。章太炎生于公元1869年，也就是清同治年间。他在25岁的时候，看到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，从此便有了救亡图存的想法。一开始，他把希望寄托在康梁变法上，还给康有为的强学会报过金币。此外，还给李鸿章上过书，帮张之洞办过报纸。在百日维新、戊戌六君子被害之后，章太炎对满族的统治者是愈发不满。他也看明白了，
之前的那几位全都是治标不治本的人物，挤不出来多大的能水，需要有更厉害的人物来改地换天。终于，章太炎等来了孙中山，并且加入了同盟会。就在他加入同盟会的那一年，也就是1906年，他写下了《竹满歌》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首长诗的全文找来自己读一读。这首诗歌真是把清朝那些皇帝的底裤全都给扒干净了，那个用人命堆出来的文正公也在这里边被定性了。而在诗的末尾，他把康梁二人也拎了出来，批判了一顿。原因咱们之前说过了，这些人的办法根本没个卵用。如果不推翻满清朝廷，那么一切的努力就都等于白费。在1912年，满清朝廷终于被推翻了。张煌岩生前未竟的事业，总算是在民国期间迎来了初步的成果。不过，驱除鞑虏这种目标原本是明末的事业，为什么在几百年之后还能在民国期间被成功捡起来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民间的反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过。这个有专家考据过。在清朝的每个10年里，少则会爆发上百次起义，多则上千次。课本上只写了一个太平天国，其实同时代还有好几千次起义，只是历史书太窄，写不开而已。哪怕我们在贵州的深山里自驾，都能在马路边看到反清义军的纪念碑，证明普通老百姓对清朝的反抗从来都没有断绝过。只要有人反抗鞑子，就会冒出来一大帮人帮场子。他们互相可能都不认识，但没关系，先帮完场子再说。可见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装满火药的大桶，只需一个火星子便能激起一场大爆炸，只是大家都在等待第一个火星子的出现而已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成，一起旅行。